这种新版本刚上比赛服，大家很多队伍就是打信息差。是的，谁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信息做得更到位，然后各个位置的选手对出装的理解做得更透彻，他往往这个信息差就可以帮助他们赢下比赛。没错，所以能够保留一丝晋级的希望，不去打卡位赛还是好的。先看一下双方的第2局的 BP， 邵思源加静搬掉了，开始针对云离了。上一把云离拿到了凯，而且这样他半镜的话是要逼搬长安 UUG 这边一个鲁班大师，那这样的话杨戬会放出来。杨戬放出来，看一下冯然第2季要不要抢。杨戬放出来的话可以直接拿的，杨戬放出来直接拿之后，他这个阵容首先在杨戬这个位置上，他可以摇摆，摇摆到后面的话，以 DRG 的体系来讲，它可以搭配大乔，也可以搭配朵莉亚。这是目前常见的2个组合。哎，哎，杨戬没有拿，这直接先拿朵莉亚的话，您 UUG 就可以去拿杨戬了。而且阿蛋的杨戬是首秀首胜英雄啊。是的。而且目前2局100%胜率，我觉得这手杨戬是可以直接出的。然后再看到 DRG 是一手朵莉亚的话，那 UUG 还可以选一个空空耳，这样的可以开团的游走。这样的话视野在这把上面 UUG 也会有优势。空空耳可以直接锁或者放在3楼的位置。乾坤倒转，万物归一。那 UUG 这个阵容强度做得很高。是的，前中期。然后3楼留个 counter 位，3楼留个 counter 位就看 DRG 这边是后置位拿什么，然后他3楼再做选择，是先出发爱路还是先出一个中路。杨戬可以先让他摇摆着，越要战胜他。DRG 的话直接用狂铁去打这个杨戬，对抗路追手对线，还是换了，想要先选一个凯。因为他可能觉得这手杨戬还是处在一个摇摆，虽然之前的比赛都是阿蛋在用，而且他有点怕这个凯自己不选的话被 UUG 选过去，那 UUG 的前3手就是UUG 上把用了凯，上把用过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那这把就是自己选过去先配朵莉亚，怕后面选不到直接被 UUG 搬掉。看看 UUG 3楼，红叶最多情，公孙离，因为看到你的一个对抗路是夏洛特，然后他就直接出一个不怕夏洛特的发育路，然后公孙离又是一个版本强势，又可以配空空儿自己玩的。而且这样选的话 ，UUG 等于这个杨戬也没有定阵，依然可以摇摆。虽然之前云离是没有用过，搬戈亚了，这种打公孙离好用的，搬个戈亚，搬个艾琳，搬个苍，差不多。这样射手就搬这3个就可以了。DRG 的话给凯搬了个真机。上把他们就是这么打凯的，肯定得搬一手。搬个真机，然后要不要去针对一下云离的英雄池，或者感觉可能还是阿蛋拿到杨戬的概率会高一些。搬露娜了，那就默认这个杨戬是对抗路了。搬了个露娜，然后看 UUG 3楼位苍要不要搬？可以搬啊，直接把发育路的对线做优。祝阿蛋登场2周年快乐！小乔大王给公孙离搬了小乔，这老理解了。最近的比赛小乔胜率很高啊，80%多，我印象当中只输了1把。小乔的话打对线清线慢的中路很有优势，然后的话打到对面这种比如说是打公孙离嘛，打公孙离的话，公孙离交个位移想上来打消耗，你被小乔大招打个一下，这个血量就掉很多，吃个一扇子就更加打不了。而且这个版本的话，小乔1技能蓝耗也下降了嘛，我觉得他在比赛当中的作用就是用2技能打反手，然后打1技能的消耗。而且他其实有吃到这些装备红利的。是的，包括炽热支配者等等。先看 UUG 这里是后手老虎裴金虎，裴金虎加空空儿，留了个中路做 counter 位。中路做 counter 位的话，打 DRG 这个阵容，有可能就是想看一下 DRG 出不出火舞。如果 DRG 出火舞的话 ，UUG 就来一手海月。来吧。好，DRG 出海月 ，DRG 出海月。DRG 出海月的话，然后可以配自己这边朵莉亚，形成一个双大海月。UUG 拿什么呢 ？UUG 的话，打着海月，拿长手吧。长手嬴政。嬴政对面有凯，不太好用。也不好用。姜子牙还行。姜子牙的话还可以烫一下凯，去减点抗性，减凯的双抗，还能减他速。打前排舒服一点，后期还可以封神。然后团战的时候可以大闪去补伤害。
我觉得 UUG 这把阵容很 RNG 啊。嗯，整体阵容架构的话，我觉得长人 UUG 是延续了自己第一把的那个强势，依然是打前中期的。这局就是这个海月 UUG 有些头疼啊。第二期打了一个反思路，我不等你出不出火舞或者怎么着，我也不拿火，我直接先把这个海月锁死。倒不如 UUG 自己4楼把海月给拿了。嗯，因为 DRG 这里对位打已经亮了嘛，可能想的是藏一手，但没想到已经是个名牌了。对，我估计他是怕自己这边拿海月，怕对面出个西施这样的，或者是嬴政。但阵容已经锁定的话 ，UUG 只能说是前期先要提了老虎的速率，这把就打上半图，然后抢中的话，老虎这里可以跟姜仔一块儿，然后包括空娃可以协防一下河道的视野。这把还是一样的，公孙离可以走中路，他公孙离走中，姜子牙放下路，然后主要就围绕阿蛋这个点，在前期的时候让杨戬优势大一点。而且如果姜子牙对到仓的话，对于他提升等级也比较好，有便利。刷他小狼。然后这把火山 DRG 的话，看早点到4级的那波节奏吧，他们肯定是要做强自己的中路的。主要打4级团，就是4级，凯的4级，海月的4级，然后前期也可以靠朵莉亚加凯的这个双大，然后尝试去骚扰一下 UUG 的野区，不能让老虎和杨戬顺利的发育起来。这把 UUG 空娃这里是带了闪现，没有带晕眩，最近的比赛晕眩的概率相对来说高了一些。对，他带闪现的话，也有防海月直接去拉他的一种目的，直接把大招拉断，多操作空间，可以让操作空间变得多一点。好的，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火山 DRG， 红色方长山 UUG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超。全军出击！看 UUG 开局动向，直接把公孙离放中了。那么姜子牙就是过来协防一下，放个技能就往下路去靠，帮忙烫一下。早点1技能直接拨人，然后朵莉亚再跟进，把公孙离压走了。那这波 DRG 的一个对线细节上面是做更好的，直接拿到中线权，可以帮夏洛特拿赤甲，空旷也到了，让朵莉亚卡人，海月直接1技能拨3下，后排冰之里再让朵莉亚补点伤害，快速的清兵，赤甲回来的。哎，老虎有想法。仓在边上已经发现了，但他一个人有点无力回天啊，是的，只能干看着。因为这波 DRG 他们的一个中府清完线是直接往上靠的，一般这种开局如果说中府清完往上靠的情况下，打野最好是红开。是，但婉婉这里是选择了蓝开，而且刚刚不仅反了个红，还反了一只山豪，其中一只很难受。这开局有点烈啊。对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想的，怎么说？没想到这个中路抢线抢这么顺利，大意了。对，然后抢线抢得很顺利的情况下，自然而然的就往上靠了。你不然的话，如果是中路过个后线，你过后线的话就没抢过对面，那是不是要帮打野直接看一手红区，然后再往下靠？我懂你意思了，大脑过载了，就是这个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。那我只能机械性的做一些我没有预判到的动作，那我就顺理成章按照我的肌肉记忆往上路去靠了一波。没做协防，然后云离就很好的抓到了这个机会。是的，刚刚实时预测3位都是看好了佛山 DRG， 这个只能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了，还是要因敌变化而去选择自己战术思路的变化，打的刚刚有点太刻板了。这波野区应该是能够守下来了，老虎进不了。然后海月的话就是卡在一个中右，防止野区被进。姜子牙直接帮老虎提速，上路这个赤甲公孙离6平 A 拿下。哎，我发现润润这里刚刚啊，他和姜子牙这里都是做的附魔之羽有移速的加成。现在的小剑大家也都要重新适应。现在就是涉及移速的一些小剑都是要有一个附魔之羽的。对，然后涉及到减 CD 的都是源流结晶。拂晓。DRG 下一波就是要策划龙团，
看 UUG 这个龙团到时候怎么接。华缭乱，借来一用。目前为止，海月还没有拉过人。一般的话是没什么特别好的机会，因为前面在小资源的争夺上的对抗，双方打的不是很激烈，对，都是你拿你的，然后我控我的。DRG 是阵容前期本身稍微要弱一点，对，所以他想的是就打一波4分钟的大团，再加上野区被禁了，本不富裕的日子雪上加霜。开龙团了。UUG 已经把老虎和姜子牙接到了中路来，提前过线。上路的话也是润润和重阳先动起来。天地所行。我靠，这波朵利亚一个走位，直接被老虎抽了一套。自爆这里被打到了半残，但是自己有2技能，但龙坑和长脚草的位置已经被 UUG 给占据了。3洞藏先炫到了早点，海月自己的大招和闪现都没了。欧完开启了自己的魔铠形态，劈砍上去。2技能再给了一手击退，但阿蛋这里正好触发自己法天象地，想位上去打一套3段的激光 AOE 拉满了，开刀了。两边是做了一波1换1。这波的话，先是 UUG 他的提前量，因为阵容强度高，所以他是先占了一个河道视野。占河道视野之后 ，DRG 有一个朵利亚过去探，直接被压退，然后早点想从那个口子过去拉人，直接是被空空儿炫到了，被空空儿炫到之后，然后吃了一套伤害，自己是反而交了个闪现走了。你看空空儿和一个公孙离这边打了一波，导致于海月其实这波团是个零作用。是。然后后面凯这边的话是看到空空儿没技能，直接是追手空空儿跟下楼推挤，把空空儿切掉之后，想砍上去收姜子牙，然后自己脱节了。然后 UUG 在撤退路径上，阿蛋正好触发了法天象地，所以直接1技能2段杨戬就一个人去卡4个人，卡住4个人的话，可以让队友那边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去把凯给激活掉。因为它变大有额外的一个生命值的加成和攻击距离的加成。是的，然后画面回来就双方换了一下外塔，现在要置换2塔节奏，但是杨戬回去协防了。晚晚把人给赶退，空空儿掩护队友撤退。看海月想拉老虎，链子断了，要被反打，这波还没闪现，那直接被润润的攻速给点掉了，太急了。这波可能是沟通上啊，因为梦兰刚刚在中左草的位置，他可能觉得拉完队友这里还能有时间上来跟。这波是早点他自己判断出问题了，他没卡老虎技能。没卡老虎技能，直接上去就这么拉，直接一个老虎跳墙走，然后自己没闪现是没办法一个大招接闪现跟的，所以链子就断得很容易。他的闪现是刚刚阵亡的时候才转好的。前面红超也聊了，DRG 其实是个打4级节奏的阵容，但是因为首先开局红区被禁了，正常4级的时候没有打过，然后 UUG 也没有在中轴抢线的时候频繁给到海月机会。你来我往，其实已经丢了2波节奏了。对，正常这波抢中路。打野对位上，云离此时已经拉开到了小1000。全场最高，毕竟是一手老虎。5193。老虎这英雄只要一出来，他就会是全场最高的竞技。当他不是全场最高的竞技的时候，就要好好复盘一下为什么。那可能就是前期的节奏已经断了，后面可能也高不起来了。出装方面，两边的中单，海月这里先做了一个小吸血书，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然后这个版本游走装只是变贵了，也没有什么大变。是的，游走可能是这个版本分路里面变化最小的。但其实当游走装变贵了之后，上思源的强度就很高。对，可以投钱。这波想要进蓝区，进不了了。红火儿给了个视野，看到4个人。那给个视野，让老虎上路再补波线，补点发育也是 OK 的。3洞藏天再炫一手，但伤害不是很致命啊。哇！但这波是一个人去晃了 DRG 2个闪现。是的。应该是 DRG， 我们看的是上帝视角嘛，可能在 DRG 的单边视野里面，觉得 UUG 这波是想开的，杨戬可能就在身侧，准备要随时放1技能跟进场。然后这波没有晕眩的闪现空空儿打出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来。
先手位置卡得好，对直，接把 DRG 的中射2个人都卡在自己的3道场线中间了。再加上这一把 UUG 有一个姜子牙在，所以 DRG 正面对峙的时候他不敢久留。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，DRG 想的事情就是他要发育，对，这个时候他不想打架，都是在避战。所以我们看场面上的经济啊，其实 DRG 没有被拉开，跟上一局相似。等会儿可以对比两边的补刀经济和反野怪的这个数值。就 DRG 即便是在逆风的情况下，视野被压制的情况下，就是该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会做好的。两边各自互换了一下2塔节奏，都是给时间让射手去怎么发育。公孙离6600，嗯，苍这边6100、6200了。都在憋破晓。夏洛特这里边要做一个吉安风暴， 5点生命值的加成。杨戬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小脱节，被哎海月给拉走了。两边要打。那是的这波的话，苍的闪现是美好的呀。然后老虎也不在，老虎选择的是先把中路线过了，想要让兵线压一下中塔。这一波杨戬正好是法定枪地出来的，空位3动传线接了一手，但是杨戬可以逃出升天，被夏洛特给留了，闪现跟青国魔剑连到了。姜子牙原地封神，自己被击杀掉。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封神啊，明仔？那润润也走不了了，一波溃败之势，0换3。而且他封神给了老虎，这个应该是刚刚操作上手忙脚乱了，不该有的失误啊！可能是因为这波团开的有点太突然了，因为 UUG 明显在小地图上执行的是4-1分推，老虎都还在中路带线，确实挺突然的，就感觉 DRG 沉寂了那么久，突然动手中了一波。但平静的湖水不代表着 DRG 这里可以是被捏的软柿子，又拉了一手，又拉了一个，拉的是老虎。朵莉亚靠过去了，然后队友是已经拿完了黑暗暴君，这波也要准备靠，先闪现拉出来。空空儿大招也交完了，杨戬3段激光也交完，婉婉继续2技能 B 位置，1技能吸一口。夏洛特侧翼绕过来，还有朵莉亚的双大再行劈砍，阿蛋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，夏洛特再接一个气功盲剑，2技能回穿，再收一个杨戬，一波0换3。这2波团战，花园后面赶过来的位置都是特别有画面的这个进场，对。但不得不说，早点他这手海月后面这2波开团开的不错，证明了。云里绕到了后方，但是一口氧上去，自己瞬间融化了。那家里面只剩空空儿一个人，公孙离这个过时间还有5秒钟，空空儿想要拖时间。海月直接追着空空儿，有兵线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佛山 DRG 11分钟08秒速推局，前面沉寂了许久啊，一声号令，直接 DRG 一路平推，蛮戏剧性的。就从开局就第一波兵线到一个红野区的丢失，然后再到4分钟的那波龙团，就这个。